这绝对是所有女生最不敢看的一幕。听到敲门声，当你推开门之后，晚上卸妆，当你对着镜子时，只要仔细看，就会看到有恶鬼存在的另外一个世界。女孩名叫具散影。就在刚刚，母亲突然接到一通电话，里面传来散影父亲的死讯。在去吊唁的路上，散影这才知道父亲一直存在，只是母亲从不愿提及。等来到葬礼，素未谋面的奶奶特意交给他父亲生前的遗物。当散影缓缓打开盒子，里面装着诡异的红色发带。散影忍不住问起父亲死因，这让奶奶不禁陷入沉思。散影的父亲是一位民俗学教授，专门研究世间鬼神之说。这天夜里，外面下着大雨，具教授神色慌张地跑回家里，到了屋内，赶紧封住房门，并挂上带有符咒的绳子。此时，窗外突然一道惊天雷电，巨大的炸毛鬼在玻璃上骤然闪现。具教授连忙从包里翻出一只木盒，看到旁边关于发带的书籍，首页上面写着恶鬼是太子鬼。他开始仔细查找。正在这时，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，具教授瞬间满脸惊恐，伴随着敲门声不断响起，还传来散影奶奶急促的声音。具教授慢慢走向房门，摘下上面挂着符纸的绳子，等缓缓打开房门，他简直难以置信，外面竟站着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听到这话，具教授瞳孔骤然放大。散影奶奶听到声音闻讯赶来，然而她看到的只剩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散影与奶奶告别，走出房间时，母亲看到了散影手中的木盒，仿佛看到可怕的东西，反手将它打翻。散影虽然不理解，但怕母亲生气，还是丢弃了父亲的遗物。等到他们离开，散影奶奶出来，再次捡起了那条红发带。路上，散影遇到一位生教连教授的男人，前来吊唁父亲，同是民俗学教授。他和散影父亲一样，坚信世上存在鬼神。得知眼前的女孩就是具散影，连教授不禁回想起散影父亲写给他的信，里面内容是：如果我死了，请帮帮我女儿，她叫具散影。想到这里，连教授再次看向散影，他震惊地发现，还没等他讲话，散影就离开了这里。但没想到他们刚到家楼下，就看到门外前来催收的房东。母女二人此时身无分文，根本不敢与房东碰面。原本有些积蓄，但散影妈妈前不久遇到了网络诈骗犯，所有积蓄都被骗走。看见房东离开，他们才敢露面。第二天，散影趴在桌子上正在睡觉，突然一道鬼影赫然苏醒，之后悄无声息地飘走，顺着路线竟然来到诈骗犯的家里。由于打点好关系，诈骗犯已被无罪释放。他正在清点通过犯罪获得的钱财，还顺便和老大开启电话会议。此时电话那头突然失去信号，过了一会，里面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，接着문 좀. 에? 문 좀 열어줘. 형 여기 오셨어요? 아까 오피스텔이라고. 문 좀 열어줘. 뭐 비번 다 아시잖아요. 诈骗犯听到老大声音变得急促，正当感到疑惑时，诈骗犯以为是恶作剧，收拾完东西开门，正准备离开。而另一边，散影也醒了过来，看到电脑上赫然写着诈骗犯拘捕令实质审查遭驳回，来不及多想，连忙跑出去做兼职。再次遇到上次的连教授，男人愕然发现散影身上的那只炸毛鬼变得更大，他只能对散影说出实情。 그쪽한테 악귀가 붙었어. 악귀요? 不仅如此，连教授还表明，身边被他讨厌或者希望消失的人都会死掉。当欲望被满足，恶鬼会变得更加强壮。然而散影并不相信，他继续追问女孩最近去过哪里，是否沾染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不管连教授如何解释，散影认为对方就是个骗子。临走之前，连教授无奈表示，如果实在不信，晚上可以照照镜子。没想到刚回家里就被警察找上门，他们掏出一张照片让散影辨认。母女二人对这张脸再熟悉不过，认出这人就是让他们沦落至此的诈骗犯。然而接下来警察的话却让母女俩大吃一惊，原来这个诈骗犯就在今天离奇死亡了。警察询问在诈骗犯死亡的这个时间，散影在哪里？母亲随即替他回答，女儿正在屋里睡觉，并未出门。送走警察，散影突然回想起今天连教授说的话，他拿起镜子看向里面的自己。